我们终于到地理课本上的马六甲海峡啦！我们来到了马六甲，曾经郑和下西洋最重要的一站。古时马六甲是举世瞩目的贸易港口，现在的马六甲留存的只有郑和的遗迹和传说，以及各个时期被殖民的痕迹。但这里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马六甲华人的故事。马六甲不仅有郑和时期的华人后裔巴巴娘惹，也有很多近代来此生活的华人。这里充斥着华人的南洋文化和南洋美食。到了马六甲，我们才能在物理上感受到600年前郑和下西洋是多么伟大的壮举。如今我们坐了5个小时的飞机才到这里，而郑和下西洋时最远到达非洲东岸，那几乎是横跨半个地球的距离。更不要提在郑和的时代并没有机械动力，它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1年仅有2次的季风。如果说我们是在用工业文明的科技和自己的脚步丈量地球，那郑和一定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丈量地球。最终他也确实陨落在了旅途中。除了朱棣的命令，我们无法得知郑和当年多次远洋的具体内生动力，但从内心深处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郑和是一个爱冒险的行者，和我们一样总是在路上。我觉得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一定也和我们是一类人，只是大家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远行。那狒狒和文涛就当好大家的眼替，你我皆行者。下面和狒狒文涛开始今天的马六甲之行。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正在背包环游东南亚。这里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的第一站马六甲。马六甲这3个字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啊，因为很多人肯定会第一时间就想到马六甲海峡，它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峡之一，也是我们国家的海上生命线。那我们从小呢，通过这个地理课本，或者说在新闻里啊，会经常的听到马六甲海峡。但说到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来西亚马六甲市，很多人就未必了解。马来西亚呢，全国是分为13个州的，马六甲市是马六甲州的首府。这里呢，距离首都吉隆坡有大概150公里。然后全市的人口有40多万，其中呢华人占到了40%。马六甲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古城，我们可以简单了解一下马六甲的历史哈。依然是万物起源皆渔村，其实很久之前呢，马六甲这里也只是一个小渔村。由于这里是季风的交汇处，会有很多南来北往的商船在这里停留。那到了唐朝的时候呢，这里已经发展成为非常重要的贸易中转站。接下来就是马六甲的高光时刻了，在公元1402年，来自苏门答腊的居港王子拜里米苏拉来到了这里，建立起了马六甲苏丹王朝。马六甲王朝和中国的明王朝曾经有过非常密切的往来。当时呢，明王朝把马六甲王朝叫做满腊家国。那根据明史的记载哈，这个满腊家国曾经遣使22次到访过中国。其中呢，这个拜里米苏拉呢和他的妻子也曾经亲自率领使团到访过中国明朝。同样哈，中国也会派使团过来。在这个郑和7次下西洋期间，曾经有5次都在马六甲这里停靠补给。在明朝的扶持和保护下，马六甲呢吸引了来自东西方各国的商人在此云集，一跃成为了当时东南亚地区的1等强国和贸易中心。但是呢，马六甲王朝的统治仅仅维持了不到1个世纪，在公元1511年呢，这个王朝就灭亡了。那在接下来的400多年里呢，这里是先后受到了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统治，一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马来西亚成立，马六甲才获得了独立的发展。刚刚我们有说过哈，郑和7下西洋期间，曾经5次都在马六甲这里停留，所以现在的马六甲呢，留下了很多当年郑和的足迹。那今天我们参观马六甲的第一站，就来到了位于马六甲市区的三宝山以及三宝山下面的三宝庙。这个三宝山呢，被当地人称作中国山。在三宝山上面有大概1万多座这个华人的墓地，这也是目前全世界在中国以外的最大规模的华人墓地。在这个三宝山的脚下，这里就是三宝庙了。我们现在去里面看一下，前面就到了宝山亭了哈。当地人把宝山亭也叫做三宝庙。那大家顾名思义，三宝庙就是为了纪念三宝太监郑和而修建的。但其实呢，这个庙的历史是很久的，在这个郑和来马六甲之前，庙就存在了，是早期从福建下南洋过来的华人，他们在这里修了庙，是供奉妈祖。郑和来了之后，为了纪念他，改名叫三宝庙。我们一大早过来就发现这边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来这边观看以前郑和的遗迹啊。你好。你们从哪里过来的？泰国。你们都是泰国人吗？哦，泰国华人啊，我们是中国人。玩得开心，玩得开心啊！
哦，你们是中国人呐？对，是我们也是泰国的中国啦。泰国的华人哦。对，好，玩的开心哦，拜拜。泰国的华人讲中文讲这么好，我还是很少见对，我好意外，我本来以为他们是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或者说是从新加坡哪儿过来的。对，因为我们去泰国也去挺长时间的了嘛，然后那边华人感觉讲华语的很少，是的，然后他们讲的还不错。三宝庙里面的汉字还挺多的哈，这个是三宝庙大门，大门进来之后，这个门扇上两边写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是很好的寓意。这里有一个重修宝山亭碑记，光绪17年修的。这上面呢，就是有当时重修这个亭的时候，当地华人的一个捐款的记录。某某某捐300大元，120、150，捐的还蛮多的啊。这里还有一个郑和的雕塑啊，郑和，你看这里也写了。7次下西洋，5次途经马六甲，当时我们叫满腊家国。这个郑和的雕塑好像我们以前历史书上那一幅，你有印象不？是的，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站在船头嘛，这样子手背后这里挎了个宝刀，然后有风吹过来，他那个披风也往后飘着。虽然郑和是个太监哈，三宝太监，但是你看他整个人的形象哈，特别的威武雄壮，对，很有男子气概的啊。在这个三宝庙的后院，这里就是三宝井了。这个井感觉比我想象的大好多啊，它这个口径得有1.5米了。这个井呢，就说是当年郑和在这里挖出来的，然后据说这个井水的入口甘甜。其实，在三宝庙和三宝山这里的文物是很多的，但是因为马六甲后面经历了很多次的战争，很多文物都毁坏了，找不到了。比如说呢，有一块镇国石碑啊，这个就是在明朝永乐3年的时候，当时马六甲王朝这里遣使向明朝朝贡的时候，表示愿内附为蜀郡。那明成祖朱棣呢，封这个拜里米苏拉为满腊家的国王，并且呢授予他诰书和诰印，而且还特地制了一块这个镇国石碑，由郑和后来用船运送到了这里。当时就供奉在三宝山的上面，但是现在呢已经不知所踪了，找不到了。在这个三宝庙的隔壁啊，这里还有一个马六甲抗日殉难义士的纪念碑。在1942年的时候呢，日军曾经占领过马六甲，那当地的华人就组织起来共同抗日，其中有1000多名华人不幸遇难了。那当地就在这里建了一个这样的纪念碑来纪念他们。这个碑上面写了4个大字哈，忠贞足士，这4个字是蒋介石当年提的。然后在碑的后面，这里还有浩气长存4个大字。今天是我们在马六甲旅行的第1天，但其实前2天呢，我们在这边已经大概转了一下。费伟今天穿了个新衣服，这新衣服是不是特别有那种乡村企业家的范儿？再搭配一个黑皮鞋就更像了，蓝衬衣、黑皮鞋、白裤子。民营企业女企业家、女老板。不知道大家第一眼看到马六甲是什么印象啊？但说实话啊，因为马六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它的形象太高大了。所以总觉得马六甲是建得特别好的，但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哈，感觉这个城市已经衰败了几百年了。其实呢，马六甲可以说是马来西亚的第4或者第5大城市，仅次于吉隆坡、新山还有槟城。但是这里毕竟是古城嘛，所以它的建筑看起来会稍微有一些年代感，然后高楼也没有那么多，它的高楼主要是在中央车站那个方向，就算是当地居民住的这个新城区吧。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是游客区，就古遗迹区，所以放眼望去呢，好像不是那么的大城市啊。不过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从新加坡到这儿之后，一切都很舒服？是。第一是物价低了好多，第二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楼了，所以这个风可以吹过来，感觉凉爽了许多。这里其实我认为比新加坡是要低那么3到4度的啊。这个季节还是很舒服的，待在这儿。在古城里穿梭呀，就能感受到这个城市呢，很像中国南方的一些大城市的，比如像广州、佛山那边的。因为建筑风格嘛，这里的这些老房子都是和我们中国那种南洋建筑很像，像福州啊，就包括去广州啊，还有厦门，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建筑。而且呢，我觉得来马六甲旅行对说中文的人很友好，因为这里华人太多了，几乎用不到英文。就是你去吃饭，或者说去超市买东西，收银员啊，还有里面的做饭卖饭的老板，都是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其实马六甲的古城区不大的，我们现在就穿梭其中哈，离开了刚才那个三宝山，我们现在要去郑和在这边的另外一处历史文化点。
这叫做郑和文化馆，也可以叫郑和纪念馆。我们来到马来西亚之后还没有吃榴莲啊，因为我发现马六甲可能是因为旅游地，它榴莲挺贵的，1公斤差不多要人民币60、70的样子，70、80。然后1颗整的要人民币150左右，还挺贵的。所以我们打算把榴莲人生初体验留在槟城吧，听说槟城比较便宜一些。哦，对了，我和文涛迄今为止人生中还从来没有吃过榴莲。我们之前有说过，马六甲的居民40%是华人，所以这里的中文特别多，到处都可以看到中文店铺，像那家当铺啊，还有那个牙科诊所呀。然后我发现今天啊，马六甲的游客也特别多，可能因为是周末的关系吧，这里离吉隆坡比较近嘛，开车也就2小时，所以有很多这个吉隆坡的本地人，还有来吉隆坡旅游的，顺路再来马六甲看一看。他们一般报个1日游的团，当天就能往返，都不用住。因为马六甲说实话景点比较集中，1天时间基本就走遍了。我们现在去前面继续找那个郑和文化馆。这个马六甲的步行街啊，虽然是古城的步行街，但是跟我们那儿可不一样啊。我们那儿很多的古城步行街是不让车进的。我们之前在新加坡的时候，那边就有小印度。其实，在马六甲，包括马来西亚的很多城市哈，印度裔的居民也是这当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很多地方都有小印度。老婆，你发现没？马来西亚的每一个城市好像都有小印度哈。因为马来西亚就全国来说，本身也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嘛，它这个人口里面70%是马来人，是主体民族，然后华人22%，将近7%的印度人。所以在马来西亚逛的话，也有那种所谓的小印度，印度人聚集的地方。对，他们聚集的地方，这个味道真的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刚我进的那家印度人开的那个商店啊，里面就是那种很浓郁的香料味儿，各种袋子里面卖各种调料。鱼腥水多少钱？1马币是吧？1马币1块7。Thank you。我们现在已经步行走到了郑和文化馆的门口啊。这个文化馆是在2006年修建的，当时呢是为了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是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共同出资了3000万元人民币修建的，一个人15块。这里好方便啊，有支付宝和微信都可以付。刚进这个郑和文化馆啊，这里有一幅郑和7次下西洋的示意图。郑和每次都是从中国东南沿海这里出发的，像泉州啊、广州啊这一带。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里，满纳加、马拉卡也叫马六甲，有5次都途经了马六甲海峡，会在这里停留，因为他在马六甲这里建了那个官场。官场就是为每一次航行做一些物资储备的一个基地吧，就在这里，很大的，所以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中转站。然后郑和呢，这个下西洋最远曾经到过这个红海以及非洲的东海岸。那大家要注意一个地方，就是在南亚次大陆这里，现在的印度南部有一个叫古里，古里在以前也是一个小的王国。据说啊，郑和就是在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过程中去世在了古里这个地方。所以给大家刚才讲的官场哈，一个就是在马六甲马拉卡，另外一个地点呢就在苏门答腊的巨港，也就是这边。以前在明朝时候叫做旧港宣慰司，对，算是中国在海外的飞地。郑和的船队每次出发的时候都有几万人一起走，那他们坐的船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有一幅图啊，也介绍了郑和的这个船队。它这个船是分不同类型的，比如说郑和坐的船就叫宝船，宝船是船队中最大型的，也是整个的指挥中枢，就长这个样子啊。它的这个规模也比较大，然后功能地位就比较高。第二类叫做马船啊，它长的是那个样子。这个马船的功能主要就是一种大型的快速综合补给船，还有一个船是粮船，就长这个样子啊。粮船顾名思义，它就是运输和存储那个船队的物资和食品的。还有坐船，坐船是长这样的。这个坐船呢是作战用的大型战船。最后呢还有就是那个水船，水船顾名思义，它跟粮船是一样，都是用来存储物资的。那粮船是拉食品的，水船就是存储淡水的。这里有文物哎，这就是在马六甲官场这里出土的明朝永乐年间的景德镇窑，这个没有包起来的可能是仿制品吧？是的，应该不是原件。然后这里还有中国东北的山参以及云南的茶叶，这些箱子陈列的就是当年啊郑和7下西洋他随队带的一些商品。
像瓷器啊、茶叶啊、山参啊，然后这里还有丝绸什么的。对，这里还有一座郑和大将军的半身铜像，上面写了1405年7月11日伟大的舰队启航。我觉得郑和真的可以说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了，只是接下来的这个明朝和清朝没有抓住大航海时代啊，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应该很早就已经是世界强国了。这幅实景图里面的皇帝啊，就是大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然后下面站着的这位臣子，他就是郑和。再往里面呢，还有一位，大家看，是一个就跟现在马来人的服饰也非常像的，他就是满剌家的国王拜利米苏拉。在郑和纪念馆，我还知道了一个冷知识，就是在我们西安竟然还有一个清真寺碑是和郑和下西洋相关的。这里说呢，这个是关于郑和第4次下西洋历史时刻的重要的碑刻，因为当时呢，郑和他是为了扩大出海的这个范围，然后因为他要去一些阿拉伯的国家，所以需要寻找一些懂阿拉伯语的人才，所以他就来到了陕西来寻找。因为当时呢，陕西大家都知道这个回族比较多嘛，穆斯林，所以郑和就到了陕西来寻找翻译以及陪同人才。那这个碑就记录了这样的事情。好，谢谢，没事。太幸运了。那郑和7次下西洋呢，不但把中国很多商品带过来了，促进了当地的商贸繁荣，也把中国一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还有手工业的技术带过来了。比如我旁边的这个就是中国人耕地用的耕牛啊，这个也是被引进过来了。还有这样的一个机器，它是这个米糠分离器，就是在这个水稻成熟之后呢，要把米上面包裹的那层糠去掉。那用这个机器呢，效率就会提高很多。这里还有一个大的渔网，还有捕鱼器。旁边这个墙上写了说，印度古里的渔民至今还在用中国式的大渔网。古里就是我们之前说过那个郑和第7次下西洋去世的那个地方，印度古里。这个场景就描述的是郑和以前在马六甲建的官场，这个官场的房子是非常多的，这些房子啊，少部分是人住的，大部分都是储藏从中国运来的像丝绸、瓷器。所以官场呢，在古代虽然叫官场，但其实就是现在的贸易中心、贸易仓库，算是一个免税港，有这样的功能吗？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东南沿海地区来到了南洋谋生，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叫做巴巴娘惹。那从中国来的男性来到马来半岛之后，和本地的马来女性结合之后，他们生下来的后代，男孩就叫做巴巴，女孩叫做娘惹。那其实巴巴娘惹就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和马来文化的融合，无论是从饮食、服饰或者一些传统的民俗来看的话，都是二者的结合。马六甲这里有一家巴巴娘惹祖屋博物馆，我们进去参观一下啊。这是当地一位姓曾的大户人家的祖宅，这个目前改成博物馆了，但是要收门票。这是我刚刚买的门票，一个人是25马币。这位就是房屋最早的主人了，他是这里最早的爸爸，他的父亲是中国人，他妈妈是马来本地人。曾老先生的夫人是一位纯正的马来女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间屋子主要的建筑风格还是以中式为主。这里写了曾府，这可都是名副其实的老古董了。历史都超过了100年。这间巴巴娘惹祖屋啊，里面有很多的建筑材料都是从中国海运过来的，比如说像这个门框上面的这些雕刻啊，本地的工匠是没有这个工艺的，这些都是全部从中国雕好之后再拿船拉过来的。巴巴娘惹大多为郑和下西洋时的华人后裔，直译就是土生华人。他们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和槟城，也被称为海峡华人。尽管他们远离中国本土，但仍旧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注重孝道，也善于发明美味的食物。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方面也和中国本土十分相似。不少娘惹姑娘把中国的传统饮食和马来族的饮食相结合，便成就了目前马来西亚闻名的娘惹菜。几百年过去，他们大多已经不说中文，但不管从衣物还是家中的摆设，以及对祖先的祭祀中，都能感受到藏在血液深处的那份中华韵味。到了马六甲呢，不能不尝试的就是当地的娘惹菜。这家就是挺有名的一个娘惹餐厅。老板，这个就是椰浆饭。对，椰浆饭。哦，这个怎么吃啊？我们第一次来这边。就是它是餐。哦。餐具在这里。这个是炸的小鱼干。对，小鱼干。然后这是什么酱？这是三八酱。三八酱。对，还是辣的这个。哦。
这是那个人当鸡。对的，它的特色是什么呀？人当鸡。它就是有点椰香的味道，因为我放椰香，加一些我们这边的本地的香料。这两个就是娘惹餐最经典的两个菜是吗？对。哦。好了，我们今天的餐已经上来了，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娘惹餐了。我们点的是这家餐馆排名前2位的，给大家看一下，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豪华娘惹乐沙，就是我点的这一份啊。我们之前在新加坡机场于大哥请我们吃过一次啊，乐沙，然后这次来到了马来西亚，可以尝到非常正宗的这个乐沙了。然后文涛要的是兰花椰浆饭加香辣人当鸡，哇，你这个看起来好特色啊！因为我刚刚有看到这个鸡蛋下面的米饭它是蓝色的，你看，兰花饭，里面应该是混了那个兰花进去。然后这个鸡里面也有椰浆，我觉得娘惹菜里面好像什么都会加一点椰浆啊，包括我的这个乐沙。然后老板说里面配的这个菜啊，像鸡蛋啊，还有这个鱼丸、虾、豆腐泡什么的，它这个汤里面也有椰浆。然后重点是这个里面配的这个东西。那我们就准备开动了啊！来，第一口先吃粉丝，别人都是粉丝先吃，我们是先吃粉丝。到马来西亚来啊，娘惹菜是一定不能错过，因为娘惹菜算是中国的传统美食跟马来西亚当地美食的一种融合。下面呢，就让狒狒来尝一尝这种融合出来的感觉是怎样的。它这个跟我们在新加坡吃的还不太一样，它这个没有那么辣，就没有那么多生姜在里面，里面主要是有这个花生酱还是沙茶酱，所以吃起来味道非常的像我之前在福建吃那个沙茶面，那个味儿。娘惹美食呢，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宝子们知道吗？就是它是一种甜咸，还有一些辛辣味儿，相融合的味道。就跟巴巴娘惹一样，巴巴娘惹是混血儿嘛，所以这边的饮食也是结合了不同的风格。对，感觉里面放了很多不同的香料。是的，有辣的，有甜的，然后还有一点酸酸的味道，然后又有海鲜，又有豆腐。是的，其中的核心呢就是这个3-8酱，挺好吃。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兰花只是染了一个蓝色。不太能吃出来什么味道，它的主要的味道还是，海南鸡饭那种混点油和盐，然后再加上椰浆的味道，是这样子的。然后你这个里面还要配了好多菜呀，我看是空心菜，还有炸的这个小鱼干，这跟我们在新加坡吃的那个椰浆饭差不多啊。你看花生米、小鱼干，尝一下这个鸡啊，这个鸡也是很有名的，叫人当鸡。人当鸡，哇，你这块好像是个鸡翅啊。厉害了，预示着我们要展翅高飞，我们的粉丝马上突破1个亿，大展宏图。狒狒现在好像得了什么妄想症了，有魔症了，整天的梦想只有一个，就是粉丝突破1亿。老板，可以支付宝吗？阿里 Pay 可以啊。您是本地人吗？对。哦，您是娘惹吗？我不是，可是我先生是爸爸。哦，我们现在已经吃完午饭了，下午我们继续带大家游览马六甲。那之前呢，我们说过哈，在马六甲王朝覆灭之后，这里曾经先后被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统治。那下午呢，我们就去找一找在殖民时期的这400年间留在马六甲这片土地上的痕迹吧。那前面的第一站呢，我们先到这个曾经葡萄牙殖民的100年间留下来的一个叫圣地亚哥城门的地方。涛哥，这什么树啊？这是个参天巨树。这个树的名字叫做大树。这个树啊，如果把这个树底下里面全部掏空做房间的话，我觉得比我们在新加坡住那个酒店还要大。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圣地亚哥古城门的前面啊，这个是葡萄牙人修建的，修建于公元1511年。当时呢是葡萄牙推翻了马六甲王朝之后，他们担心马六甲王朝会回来反攻他们，所以在这个比较高的位置后面那个山坡上修建了一个城堡。那这个圣地亚哥古城门呢，就是城堡的4个主要的门其中的一个。那现在呢，因为历年的战争啊，后面的城堡已经被炸掉了，什么都没有留下了，只留下了这个古城门啊。这个古城门存在的历史已经超过了500年啊，它是1511年由葡萄牙人修建的，然后在1607年，这个荷兰跟葡萄牙抢地盘嘛，然后荷兰人就把后面的那些城堡部分都炸掉了。那为什么这个古城门这么的坚固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当时呢葡萄牙人攻破这里之后，
他们用当地俘虏的这个鲜血混着砂浆，然后再从海边搬来这个海礁石混在一起修建的这个城门。哦，这么你们看，这就是500-600年前的城墙啊！摸在这上面有什么感觉呢？能摸到几个世纪以来马来西亚整个的血雨腥风啊！可能是葡萄牙殖民者觉得这个圣地亚哥城门过于的血腥和阴暗，所以他们在前面的那个山坡上又建了一座教堂，叫做圣保罗教堂。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啊，其实这个山就是以前的这个法摩沙城堡的所在地，只不过现在地基都没有了，全部炸毁了。我们终于爬上了这个小山坡，这个小山坡其实挺矮的，只有200多级台阶，但是扛不住天气太晒了，太热了。其实我们俩不怕爬山，也不怕热，但是怕在热的时候爬山。今天的这个气温大概是36度吧，但是赤道国家的36啊，和咱们中国36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北方的36，感觉都快中暑了，全身都是汗，在往下滚，一颗一颗的往下滚。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圣保罗教堂的前面了。这个教堂是葡萄牙人在公元1521年修建的，距离现在也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那这座教堂是欧洲人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修建的最早的一座教堂。我们现在去教堂的内部看一下，其实后面的这个建筑还是很有年代感的，很旧的。这个教堂和下面的那个城门一样，它的材料都是这种火山岩、海礁石之类的。这个教堂也是年代过于久远了，500多年了，现在顶都没有了，只剩下四周的这个墙壁了。因为马六甲这块土地上曾经被多个国家轮流殖民过，战争是不断的，有很多文物都毁于战火了。那其实荷兰人来到这里之后啊，他们后来又新修建了教堂，这个圣保罗教堂他们后面慢慢就不用了，这里就逐渐变成了荷兰贵族的墓地。像现在的这个教堂里面这一圈啊，这个石碑其实都是墓碑，大家看啊，这个墓碑上面还刻有拉丁文，还有葡萄牙的文字，都是以前荷兰人的墓地。刚才在那实际上走到一半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说这一块是整个马六甲的制高点。现在我们站在最顶部教堂旁边呢，就能清晰的看到远处的海洋了。这里是马六甲的马六甲海峡，我们之前在新加坡看到的那段只是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非常窄。然后从这儿看呢，就可以看到浩渺的海洋了。其实马六甲海峡在这段是非常宽的，所以它这个船就不是很密集了。因为新加坡那窄嘛，所有的船都聚集在一堆儿了。那这块宽嘛，有的离岸近，有的离岸远。我们现在目之所及只能看到那么7、8个那种大的货轮啊，对，挺大的货轮。对，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感觉像是拉原油的那种。这个海峡是名副其实的我们中国的海上生命线了。我们国家有60%的这个外贸以及80%的原油，都要从这儿走，必经之路啊。我觉得我们要是离边上近一点，然后再拿个望远镜，都可以看到中国的船呢。老朋友们感觉马六甲跟新加坡还真差挺远的，能感觉到马六甲是那种以前非常辉煌的地方，有很多殖民者的文化。在新加坡呢，就是现在非常辉煌的地方。对，那我们现在就看完了葡萄牙人曾经在马六甲留下来的遗迹。现在呢，我们去找一下第二个到这里的殖民者荷兰留下来的建筑吧。在这边转了半天啊，发现马来西亚人最大的乐趣啊，就是乘坐当地这个黄包车，打扮得花里胡哨的，有的放特别搞笑的音乐，有的放重金属的音乐，每个风格都不一样，当地人真的乐在其中。感觉那些车夫都好快乐，是每个人都没有那种班味儿，感觉自己在旅游一样。它是根据不同国籍放的音乐吧？是，中国人就放的一个 Beyond 的音乐，有自己的曲库呢。哦耶！我们从圣保罗教堂下来之后，前面就到了荷兰的建筑了。这是荷兰留在东南亚最早的一座建筑，是公元1650年建立的。那当时呢，在荷兰殖民时期这里是荷兰的总督府，一直到后面英国殖民时期，英国人继续沿用这个建筑作为自己的这个管理机构。那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座博物馆，而且呢，这里也是现在马六甲市的地标了。很多游客来这里都是为了跟这个
荷兰红屋去合影。那再往前面是英国殖民的象征，叫维多利亚女王喷泉。那这个喷泉呢，据说它所用到的这些零部件全部都是在英国生产好了之后，用船拉过来，在当地组装的。宝子们，你们看这么多漂亮的殖民时期的建筑，我看了什么感想呢？我就觉得吧，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真的是被殖民地历史深深的影响着，不管是当地的建筑的样式呢，还是当地的人口的结构。当地有马来人，还有华人，还有印度裔的。马来人呢，据说是半土著哈，然后华人呢，就是被荷兰啊，还有英国这些殖民者带到当地进行一些橡胶啊，还有一些锡矿的工作。印度裔的居民呢，也是被当时的英国殖民者带过来的。所以我现在眼前的一切就告诉着我，过去几百年殖民历史对亚洲国家深刻的影响。我们现在来到了马六甲的机场街，机场街就是马六甲的唐人街。那大家看到这个名字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其实哈，这个机场街这里和鸡没有一点点的关系。早期有很多的福建人来到这里，他们把这里叫街场街。那街场就是这个集市或者说商业街的意思。那街场街叫的时间长了，后来可能是因为音译的原因吧，就慢慢变成了机场街。虽然我们今天的视频里是第一次出现机场街这个门牌啊，但实际上我们俩已经在机场街里面转了整整一天了，就包括我们去的郑和文化馆，还有巴巴娘惹的博物馆，全部在机场街里面。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会馆，像福建会馆呀、海南会馆啊，都在里面。可以说，整个马六甲的旅游景点都是围绕着机场街以及荷兰红屋排开的。我们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竟然碰到了来自新加坡的网友，嗨！宝子们，你们看，在这个机场街里呢，其实现在变成了一个旅游区了。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感觉马六甲这个地方啊，对华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大家都来看一看，以前华人在东南亚的贸易港口中心是什么样子。这家餐厅什么都有啊，有吃的，然后有甜品，还有饮品。我们要了一个马六甲本地很特色的叫尖蕊。看这个店铺的整个造型啊，就特别的古色古香、中里中气，而且是那种古典的中式。你就觉得每家店的装修都不是那种极简简约风，都很考究。我们的尖蕊已经上来了，我觉得跟我们在新加坡吃那个真多是一样的。你看，它这个里面呢，主要就是下面的这个绵绵冰，然后里面加了很多的糖，还有椰奶，然后上面呢，这个配料是这种大芸豆，以及这个绿色的，这个绿色的有点像凉虾，但它是绿的凉虾，反正是那个米粉做的。哦，我觉得这边这个天气啊，走几步路就应该吃一碗这个，长一点，差不多跟我们在新加坡吃的味道基本一样，就是那种很浓的椰奶和椰糖味儿。光你一个人吃啊？哦，我忘了，是我不懂事儿了。来，粉丝来一口。尽管这边的商业已经非常发达了，但这边还是留存着很多以前的华人在这边生活的痕迹。比如说我们眼前这一个，就是狒狒一直在找的，这是福建会馆还是广东会馆？福建会馆这个是，但是好像没有开门哦。对，没有开门。然后福建会馆的正对面啊，这里就是这个赖氏的宗祠。哦。其实机场街里面这个会馆特别多，还有像这个海南的琼州会馆，然后还有广东的，然后宗祠也很多，各种姓氏都会建自己的宗祠，就那种大姓都会有。你知道我来这儿感觉像什么吗？像回民街。回民街吗？因为就是这种以前那种老人给年轻人留的房子可以做生意，你看生意多好啊，无本万利啊！这里竟然还有一家洛阳印务局中西文件。为什么是洛阳呢？不知道呀，难道是因为洛阳纸贵？吉星高照，好小的对联儿，好民意啊！这个音乐真的是太有标志性了。我们在机场街这里闲逛的时候啊，竟然发现了一座规模这么大的华人寺庙。刚刚看门口的介绍啊，说这里叫做青云亭，是整个马来西亚最早的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华人寺庙。这里是建于公元1673年的，也就是说距离现在已经有350多年的历史了。它取的意思就是平步青云，
因为早期来这边的华人呢，都是穷乡僻壤、比较穷的地方出来的，所最以他早不都是卖猪仔过来的？对，所以他们希望自己能实现阶级跃迁，变得更加富有，平步青云，也表达当时人比较朴素的一个愿景。我看门口的介绍说啊，这个青云亭里面最主要供的是观音菩萨，当然里面还有一些道教的元素。这个寺庙是不是好几百年历史了？这个是350年。哦，350年呀。350年，那个比较新，这个比较哦，这个比较旧。是不是以前机场街这边都是华人哈？啊，谢谢啊。刚过来了。对，我们刚过来，我们从新加坡过来玩的。中国哪里？还要去吉隆坡，还要去东马那边。中国很大。对，中我有去国。过。哦，你去哪里？中国是我们去做旅行，去导游带我们去走走。哦，导游啊，我们是西安的，你听过吗？我师傅我是中国人，他都是长沙。哦，你师傅是中国人啊？我师傅中国人。就是这边修行的师傅吗？这边也是有中国人。哦。也是有，师傅4个5个。哦。有中国的。我们刚来这边，刚来几天。来几天啊？对。中国啊，中国很大啊，中国。对，中国很大的。中国很大，走不完啊。你回中国感觉怎么样？我去中国走走也是冷啊，那现在没走走，去吃东西啊。有些冷啊。中国很冷。谢谢叔叔，拜拜。宝子们，我们在这边遇到的困难啊，帮帮我们。我们看到了几个字儿，4个字认识3个，另外1个字不认识。什么州会馆？知道的朋友给我们解释一下呀。我们从青云亭走出来也就50米吧，这里又发现了一座清真寺，然后再往前面一点呢，还有一个印度教的寺庙。所以说呢，机场街这里虽然最早的时候是唐人街，但现在呢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多种族群居的一个地方了。各个民族、各种宗教这里都有。我们现在准备去我们今天马六甲旅行的最后一个景点，叫做海峡清真寺。那座清真寺呢，就坐落在马六甲海峡的边上，距离机场街这里还有大概6公里。我们这会儿呢叫了一个网约车，车马上就到了，坐过去还挺便宜的。系统给我的计价是8马币，也就是大概13人民币吧，我觉得还挺便宜的，毕竟还有6公里啊。新加坡出来之后，我觉得马来西亚什么都很便宜。那座海峡清真寺呢，虽然离市区比较远啊，但是很多游客来马六甲都想去那儿看一下。据说呢，那座清真寺就在海边，然后每天下午这个日落时分，还有加上涨潮啊，风景特别美。我们现在已经打车到了海峡清真寺这里了，然后这儿有一个着装的标准，我看一下，袖子必须长至手腕，那我这个短袖就不行啊。它这个标准就是除了脸，别的地方都不能露出来，只有脸和手是可以的。头巾还必须遮住胸口。我觉得我们俩穿的都已经是非常保守的了。你看我这个衣服哪儿都不露，袖子已经到这个胳膊缝这儿了。我们去前面看看我们能不能进去吧。这里好像有一个机构，有几个人在检查这个着装，如果不合规会给你提供他们那个罩袍。你的短袖可以吗？不能，也不行。这个短。OK。No OK。No OK。5块钱，淘金。5块钱。对。我这个太短了吗？对。里面有，要 OK。好吧 ，OK。可以吗？5块钱，5块钱租一个罩袍，你帮我穿吗？里面好。哦，还有头巾啊。对。全套。宝子们，我们已经进来了。你们是想看这个水上清真寺呢，还是想看狒狒的新造型？来给大家揭晓一下，1、2、3，这造型不错。这是我第一次见狒狒舞的只剩一张脸。你要是从远处看，你一定分不出来哪个是我，因为这里面所有的女生都是同样的造型。刚看只有一个中国女孩，她穿了一个防晒服，对，然后这个她的领口拉得比较低，也是不合规的。然后她二话不说，直接拉到脸上了，才勉强过关了。这地方呢，它参观清真寺是免费的，但是呢，如果你的衣服不合规，就需要花5马币去租一套这样的罩衫。但是男士的我觉得还管得松一些啊。对，男士就这个你的这个短袖就可以，只要不是背心短裤，因为你是长裤嘛，对，所以没关系。但是按照它外面那个标识的要求，男士也不应该穿短袖进来的。这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海上清真寺。
哇，这个透过光线一打，这个感觉已经出来了，漂亮。好美啊！它这个衣服啊，因为太多人穿过了，天气又热，所以有股很重的汗味儿。海上清真寺内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看日落也不在这里。从清真寺出来，走边上一条小路到达海边，便是全世界游客云集的观景点。每个人都在岸边静静地等待日落。初看海上清真寺并没有传说中的美，但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它最美的一面便展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这一趟我们不虚此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识到马来西亚的日落。在之后的日子里，大马的日落多次惊艳我们。刚打了辆出租车啊，好像是个印度的大哥，一上来放印度的音乐。How much money you can get every month? Every month 2,000. 看来各个族裔赚都差不多。我们之前问的华人大哥，他赚的也是2000，差不多2000马币。多一点。The Chinese people said 1 month can 5,000, 6,000, nothing. Oh, really? Yes, What? all bluffing. How old is this car? This one, 20 years. 20 years. It's okay. The machine is okay. Very good. Engine very good. Really? It's a Japanese car? Oh, This is a Malaysian. Malaysia car. Okay, local. 听说马来西亚这边车都特别的耐开哈，尤其是很多本国车。地车开3代，对人走车还在。对，我刚才问这个大哥，说他去过印度没？大哥说我怎么说的？我不知道印度，我不认识什么是印度，是我是马来西亚人。Malaysian. So your ancestors come from India, right? The south part of India. No, my grandfather Malaysian. Chinese, Indian, Malay. Malay, yeah. So now this country is said Muslim country. Yes. This country no Muslim country. Indian, Chinese, Malay. Yeah. Why the government all Mala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People said this country is Chinese business. Yes, Yeah. Chinese business. The government work all Malay. Malay people only. You go to bank, go to office, anything, all see Yes. Malay. What do the Indian people do? Indian nothing. You No. go to Indian very good here Malaysia. Yes. Doctor and lawyer. Doctor, lawyer. Wow. This is a famous. Very high salary 呀。所以按这个大哥说的，马来西亚他们这边的族群的工作还是分得挺开的哈。对，基本上这个政府的工作都被马来人垄断的嘛，华人是经商的多。大哥说了，做 business 呀，对所以华人有钱的多。像现在呢，马来西亚的这个富豪排行榜前面几位全部都是华人啊。是的，前10位有9位都是华人。对。Okay, thank you, brother. Be careful and do